所以你看到美中的这个所谓的贸易协议啊，川普一直不断的软的啦、硬的啦不断的丢出一些武器过来。他最近最新的说法是说，美国跟中国接近达成这个贸易协议如果没有达成的话，我就不会跟习近平见面。因为大家不是都一直说吗？最近这2个大国会有高峰会会有川习会。可是呢，他说这个协议成功才有所谓的见面。并且呢，他还说是习近平提出要见面的请求这是川普这边的说法。而另外呢，在晶片的方面像是辉达的高阶晶片现在美国传出来要用一个大绝招就是防止这些高阶晶片到中国大陆，所以它要配备定位追踪功能每一个晶片上面我都给你追踪那预防它进去中国大陆白宫官员说这是明确纳入计划的内容。可是中国大陆当然就会有一些 concern 所以你看到辉达他在中国大陆就发这样的声明，他说没有，不用担心，我们的晶片不存在后门、终止、开关以及监控软体。其某种程度他是在跟白宫唱反调。白宫说我会追踪，他说没有，我们没有后门，没有监控软体现在变成是这样了。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的部分，日本不是答应他投资5500亿美元吗？他真的是牙叫勾杯牙威呢，他还说这个5500亿本来就是我们美国的钱呐他还说这个就像棒球运动签约的时候获得的签约金一样，这是我们的钱呐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真的是好大的口气呀。南韩现在某种程度也被逼上梁山现在传出来说，川普要逼李在明在台海议题表态你要从美国跟中国之间选边站，还记得吗？李在明在上一次的选举，他有讲过说，只要对中国说谢谢就好啦，不用得罪他。可是现在他可能逼你不能只说谢谢而已李在明他必须做出抉择，而且8月初最近他们可能就要有一个高峰会了，跟川普。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推动同盟现代化，也是剑指中国南韩现在在摇摆，态度据说是保留的，因为李在明一方面强调巩固韩美同盟，另外一方面又不愿意跟中国全面对立，所以他现在非常谨慎这是如履薄冰。另外我们再来看看韩国政府就说，美国希望随意撤走还有驻扎驻韩的美军，我想来就来，我想走就走，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你看到川普面对其他的国家像是印度一样施压说你不能再买俄国石油了你24小时之内如果不从，我要大大的涨你的关税那我们看到包括俄国的这个印度的议员他就讽刺川普说当美国的朋友真的很要命他拿的是季星级的名言，他说成为美国的敌人可能很危险，可是当他的朋友可能是致命的。而另外我们看到印度的这位女主播她就这个强硬回击也是对川普做一个回应。她说川普或许能够霸凌邻国盟友，可是没有办法霸凌大国印度，因为印度人觉得他是大国，你没有办法这样对我我们会全力抵抗到底。那印度的高官现在按计划访问俄罗斯，因为川普一直不断施压可是他们还是顶着压力像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安全顾问以及外交部的部长在这个月这个可能稍晚的时候会到这个俄罗斯去做访问克里姆林宫就说你如果要对印度加税，这是非法的贸易压力这个也是对美国做这样子的一个声明。不过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地区的确蛮惨的人间悲剧传说纳坦雅胡打算全面接管加萨，川普的态度是什么呢？他避谈，他仅仅说我们正在协助粮食分配对有人饿肚子，我们希望把这个粮食给放进去作为以色列最亲密的军事盟友他拒绝他不想说到底支不支持纳坦雅胡的计划他只说我们努力让人们吃上饭，至于其他我真的说不上来，这主要取决于以色列。某种程度他就是默许以色列胡作非为。我们再来看看加萨的儿童他们的处境有多艰难，这是流露出来的一段影片，大家请谨慎的看，因为
这个画面让人很揪心哦。这是巴勒斯坦的媒体在8月5号发布的影片。这个画面中，这一名儿童已经瘦到皮包骨了，因为他已经很久的时间没有进食了。那脱水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现在尽管少量的喂食他水，可是他连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因为他严重脱水。像这样子饥饿而死掉的小朋友，在加萨。据说这个已经累计了一定的数目了。来，我们请教赖老师。其实看到这个是难过了，而且一般估计啊，再过几个礼拜、不到3个月内，如果再不给他们足够的粮食的话，可能会有50万人啊，很有可能会不正常的死亡。我个人觉得啊，我们说实在，我们真的是很努力的在谴责纳粹对于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这种屠杀，我们都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违反人权的事。可是今天看到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对于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这样的一个种族灭绝，这样的一种活生生要把他们饿死，我个人觉得这种坏的程度啊，也是令人痛心疾首啊。然后唯一对以色列能够有影响力的就是美国，美国满嘴仁义道德，满嘴人权，然后这个国家却是什么都不做，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些穆斯林的孩子就是一直不停的死亡。我个人觉得坏，人类间的坏很难去找到活在这个地球上的魔鬼啊。这种撒旦，坦白说，我们是能怎么办呢？这个撒旦这么强大，这么有力量，然后住在这么肥沃的土地上，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些天然资源，养了一支这么强大的军队，然后却干撒旦的事。坦白说，我们正常的一般的人类对于这样的一个可怕的恶魔的国家又能怎么办？一点办法都没有，除非我们都起来反抗。但是事实上有可能吗？例如说我们在台湾，我们什么也做不到啊。赖清德碰到美国，碰到以色列，他还想帮以色列的屯垦区去投资嘞，还去帮他们建设嘞。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都在助纣为虐，坏透了啊。那川普这个人的人格特质，他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一触即跳，碰一下他跳起来。第一任的时候，明明跟中国大陆的赴访很成功，也签了一个很大的单，2亿多。回来以后被民主党一嘲笑，就失掉了。明明他从上任以来一直想跟习近平见面，现在被民主党被这个媒体一嘲笑，又跳起来了，说我们要跟他见面呢。明明就是想跟人家见面，又说我们也要见面。这样的一个领导特质，一触即跳的领导特质，太像5岁的小孩，是不成熟。是我们刚刚看到有关加萨儿童的这个影片哦，小朋友被饿坏了，然后瘦骨如柴。可是大家要看到那个影片的最后，刚刚导播让我们看到的有成年男子非常瘦的那个成年男子是以色列说是哈马斯这个饿他对他们的人质基本上是以色列被俘虏的人质跟观众朋友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介绍，都没有饭吃，对。就两边都在虐待人民，两边都在做人道上面的那个人不公平。哈马斯讲什么话呢？就说他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我们并没有给他，因为我们吃的跟他一样多，代表粮食真的有很大的问题。以色列跟哈马斯两边互相指控。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彬哥。我觉得川普说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可能会有川习会，这根本废话，对不对？当然你没有达成协议，你跟他见有什么用？所以当然现在就是看能不能达成协议。但是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就是在他们磋商川习会的中间，到底有没有出卖台湾？出卖了台湾什么？因为现在越来越多是西方的媒体自己在讲说。好像不管包括台湾的关税也好或是那个赖清德是不是能够出访美国也好很多都是因为川习会的关系，所以遭受到阻碍，甚至被取消掉。那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川普这么急于想要跟习近平会面，然后宁可牺牲台湾，那他现在能够牺牲台湾这些，未来会牺牲台湾多少？这个恐怕就没人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危险。而且我刚前一段的时候我讲过了，美国基本上就是你的钱要给他，要怎么用是他的事，所以根本你不可能是美国人的老板。他基本上美国人现在就化身为强盗，就是你的钱全部给我，然后将来我心情好，如果有赚点钱我分你一点，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他说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啦，你日本这5500亿是美国的钱啊，是我的钱啊。所以那未来假设台湾真的是4000亿，你觉得未来那个4000亿是台湾主宰吗？我看你想都不要想。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将军。我想说，我讲李在明这一段这个美国川普来讲，要求韩国要选边站是在台海，如果说是发生战争的话，他居然要求韩国要出兵来协助台海战争。当然，他这个出兵到底是由韩国那边直接去打北韩，这个或者是直接对中国的大陆本土发动攻势，还是派兵来协助台湾作战，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可是很明显的在前一任尹锡悦时代，他又很乐意加入所谓的东北亚小北约的组织，因为尹锡悦那时候就去参加北约的峰会嘛，带着他太太一起金建熙一起参加。回来之后，他到美国白宫去参加唱美国派，而且让美国的核战略潜艇这个是维吉尼亚号停靠釜山港，一出就立刻这个一副以美国的命令唯命是从的态势。好，我们来看看，其实现在我们国家面临很多的状况。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在接受美国电视台的访问，他透露了一个讯息，他说我们台湾的台积电要到美国投资3000亿美元那是投射这个要建设全球最大的晶圆厂。可是呢，奇了怪了，台积电明明只答应1000亿呀，再加上先前的650亿，应该是1650亿呀。那川普怎么会讲3000亿呢？不过我们来看看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川普的确经常帮台积电加码。3月4号的时候，台积电跟川普共同宣布，台积电加码1000亿在1000亿的美元投资，这个大家都还记得嘛？那个记者会蛮盛大的那3月9号，川普在空军1号上面跟记者讲说，台积电是要投资2000亿。3月16号，他又说台积电正在投资2000亿 ING 那一直到昨天他受访的时候说3000亿，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啊？台积电今天有讲他说目前在美国的投资计划还是1650亿美元就是我刚刚说的3月宣布的1000亿，还有先前已经正在投资的650亿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川普乱讲呢，还是其实他们另外有其他的协议啊？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先来看看，包括我们说到侧翼或者是一些舆论的风向，有一些人的确是站在政府这边经常在放一些消息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位立场偏绿的医师他就讲他说算了啦，如果真的让 Intel这个51%跟台积电49%变成美积电，那干脆我们20%这个关税，现在美国让我们是20%嘛就是这个所谓的关税是20%，就吃下去吧已经有这样的言论已经出来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呢，阿拉斯加的州长已经讲了，台湾破纪录签600万吨天然气的采购案要希望关税可以往下降阿拉斯加是2030年才开始供气，因为现在要开始开采嘛，要开始这个探勘已经好了，要开始这个就把它给采出来。那我们看到中油的回应是说还没有实质的讯息，可是人家州长都讲了耶中油是说采购阿拉斯加的这个天然气之外，也会争取上游的投资权，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共同开发、共同投资所以我们看到潘孟安不是前一阵子也跑去那边参加会议了吗？另外我们的行动内阁，有时候真的是蛮掉链子的。我们来看看郭志辉最近讲了什么。
部长，这个川普有提出这个3000亿台积电的投资，有收获到这个相关的讯息吗？这个是假讯息，好不好？哦，你说川普讲的是假讯我不息，知道谁讲的，是川普说的。川普那我在这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研究这个命题。会觉得这个3000亿的有点太多。我觉得这个我们要问台积电，好不好？好，问台积电。那台积电目前有了解？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这是台积电的问题。好。好，你看到我们经济部部长今天早上脱口而出的假讯息哦，的确惊呆了现场所有的记者。所以刚刚经济部已经发了新闻稿哦，他们致歉，他们说部长的语义不够精确，帮部长道歉哦。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吴思瑶也对于郭智辉2天前跟中小企业来座谈的时候，说投资美国4000亿这件事情呢，澄清还不够到位，因为郭智辉是说。我只是打个比方，可是吴思瑶不高兴、不满意、不买单，那这是一个 sign 哦。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李正浩有台的政论节目主持人也开始在批评郭智辉了，说100颗西瓜都比他好现在郭智辉看起来好像是众人皆约可杀来，彬哥，我觉得明天凌晨4点半的时候，川普会就有一个重大宣布。那重大宣布，很多人都认为应该是跟半导体税率相关。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一个性命攸关的东西。因为你说现在我们的税率一般的税率已经比日韩都高了，已经20%对15%。那如果半导体这边再给我们一记重拳，这个台湾恐怕整个产业都要被打趴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什么暂时性关税，什么保密协议，大概都是骗人的。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他只是一直尽量的拖。可是问题是你能拖到什么时候？明天就8月7号了，关税就要开始实行了。然后现在有任何我们又要暂缓实行的迹象吗？好像没有。川普对很多国家都 tackle， 可是对台湾好像从来没有 tackle 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觉得最大的危机的地方。我们到底是怎么谈的？怎么会谈的这样乱七八糟？现在人家把我们跟瑞士啊这些其他这些国家并列，是所有国家里谈的最糟的几个国家就是我们。那我们怎么办？还是台派青鸟又高兴，他叫我们 country 耶，又开心了，是这样吗？这种姿态没有意义的接下来台湾的产业会受到重击，而且更害怕的就是到底哪一些事情是真的？因为川普现在要给你追加3000亿，那这3000亿到底是怎么一个计算法？不知道。是包含在他未来要跟我们要的4000亿里头呢，还是他单独对台积电又要求他加码？你要知道，台积电每一年本来拿出来就是建厂啊这些相关投资的预算也不过400亿，3000亿，那这意味着什么？未来大概10年的时间，台积电在台湾都不用动，他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去美国，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台积电就实质离开台湾了。那怎么办？我们的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才刚在日本被偷。对，然后现在这个整体要把所有的投资重心全部放在美国，那台湾的就没有护国神山了。那甚至也不只是台积电，恐怕以这个态势而论，台湾的很多半导体厂未来都会被逼着去美国。那台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4000亿，老实说啦，郭智辉虽然说他是随便问问啦，他只是打个比方举个例，可是你是个经济部长经济部长可以随便这样举例的吗？你这样一举例，不就在暗示明示，告诉我们很可能要出这笔钱，12兆台币，开什么玩笑？所以我觉得这个部长，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已经确定自己快要离开了，所以就开始在放飞自我还是怎么样？但是你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你好歹也撑到你离开那一天吧。而且就算你没有办法有所建树，至少不要添乱。就好像邱泰源。今天有记者跑来问我说：“当他们去问邱泰源的时候，他说这个没有，这个一切进程就是无可奉告啊这些东西。”邱泰源这种回答就很好。那实际上，邱泰源本身也不是台湾小主人所以他不知道也是合理很正常啊。你郭智辉本身也不是台湾小主人你也可以告诉大家你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不讲你不知道？你偏要讲你知道，还一副你好像很知道的样子。然后最可怕的就是不懂装懂，不懂装懂呢，你还去。告诉人家说3000亿是假消息，然后马上光速被打脸，因为这是川普讲的。难道你要告诉大家这是川普在讲假消息吗？
你可以这样讲，其实我也觉得川普有的时候放的是假消息啊。可是你身为部长可以这样说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经济部这一阵子已经可以改名叫擦屁股部了，每天都在擦屁股，因为我们的经济部长每天在胡说八道，然后后面的人就拼命帮他解释，然后说什么语义不清。他说这是假消息，假消息有什么语义不清啊？假消息的语义非常清楚啊，就是说是乱说的嘛，不就是这样吗？所以现在连民进党团自己都受不了他，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不可能内阁改组，最快也要等到8月23号结果出来以后。为什么？因为现在改了，你8月23号可能还要再改一次，很麻烦。那不如大家现在就先撑过去吧。可是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的政府在隐匿事实。我们的官员荒腔走板，然后呢，我们这一些电视台呢，这一些新闻媒体呢，本来应该是要监督政府的，本来应该是要帮人民求取真相的，结果呢，到处在洗地，到处在散布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观念。我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我都快昏倒。他们到处整个绿营啊，包括媒体都在散布一个消息，就说有一个某财经网美指出，大家不要紧张，那4000亿啊，其实是投到美国去，那代表什么？以后我们都是美国人的老板，美国人都是我们的员工，然后那个美国人的钱都被我们台湾人赚走了，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那日韩在那边哀哀叫什么？真的，你有毛病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也不用这么啰嗦了。这样我 OK， 你先上，你先去投资好不好？你去当美国人的老板，你去当美国人老板，我当不起啊，我不够格，你去当嘛。真的不要再散播这种乱七八糟的谣言，再散惑人心。真的，这个有些奇奇怪怪的讯息，大家真的是停看听不要完全相信。来，我们先请教赖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的来看问题了哈，就是说，如果赖清德他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的关税是暂时的，那暂时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还有谈判的空间嘛。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川普讲的3000亿的可能性就存在了，那而且可能非常高。那郭志辉没有每天去看新闻，还有他的秘书没有每一天赶快跟这个郭志辉报告说，部长最近有关于我们的经济的问题这个川普，因为这个新闻是一早川普就讲了。对，昨天晚上我就看到了，台北时间。所以等于是郭志辉跟他的秘书、跟他的助理、跟他旁边的机要，没有人在看新闻，而且跟关系到我们的新闻，他都没有去留意，这是不对的蛮离谱的。我讲一点小故事。我很早以前，我那时候还在读研究所，我就帮我一个长官，我每天3、4点钟那个报纸都会送到我这边来，那我的责任就是先看所有的台湾的所有的各个报纸，看完以后把这个要点都画出来，然后就送到另外一个长官那边，那个长官他再根据我看过，他再看过，然后再画出来以后，5、6点之前就送到经国先生那边了。那经国先生起来用早餐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做简报。你可以看到当时蒋经国是这么的勤快，那我们这些人帮他们工作的人，我们都是3、4点就起来开始去作业了。然后等到蒋经国要到办公室的时候，其实很多讯息都已经传送到各部会去了。各部会的长官都要每天盯，因为等于是蒋经国已经知道全国内外的所有的事，还有其他的情报单位会把讯息都会送过来。那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这样在做事，各部会首长都是这样做事，因为他知道他的领导人每天都在盯的。那你想哪一个部会首长不每天盯？而我们这个部长搞不清楚状况。我在问的是卓荣泰，你搞得清楚状况吗？我在问的是赖清德，你搞得清楚状况吗？你的幕僚有像我们这样子每天3、4点就把所有的讯息一层一层赶快送上去了吗？好，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如果说今天假设川普就是要你拿3000亿，你台积电就要拿3000亿，那1650亿都已经要挤做我们的晶圆厂了。那等于是你再加1300多亿下去的话，我们等于是10几座的台积电的晶圆厂是不是在美国？一旦是10几座的晶圆厂在美国，台湾的这些半导体的上下游就要过去了。因为量太大了嘛，是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基地了，都要过去以后，台湾是不是会空了？再加上川普的半导体税开始给你课加以后，在台湾的受不了，干脆都过去了。对，那台湾掏空了，
台湾的半导体业一走了以后啊，台湾的山西还能够把根留在台湾吗？如果都走的时候，我们的股市会不会跌？房市会不会跌？经济会不会跌？我们的税收会不会跌？台湾的未来没有半导体，没有山西产业的未来，台湾是一个什么样子？好难想象啊！如果我们的护国神山被连根拔起，我们怎么办？赶快再找下一个护国神山呐、要不然看起来是已经没有救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来，将军，其实川普个性哦，难道这个我们赖清德看不出来吗？其实连我都看出来，他这种是什么个性呢？就是我们讲说见好就收，他不是见好就收，他见好以后哈，你给他好处，他继续狮子大开口，继续跟你要。你看这个，包括他跟日本谈关税贸易的时候，他要到日本投资4000亿，原来那个单子上面写4000亿，他又当着记者面那个4000直接划掉，改成5000亿，最后拍板定案是5500亿，所以他就一直给你加码下去，你知道，他对这个欧洲不是也是同样一个套路吗？那你认为说是他要3000亿？我觉得是说绝对不是假消息哈，他绝对是希望能够花了。那当然我们讲说，如果见到好，川普会继续要。那如果他见到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我想他如果碰到壁后，他就tackle，他就回头了，你知道？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给他碰壁？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是这个，我们这政府不知道怎么讲。你说你有没有底牌？你有底牌吗？我跟你讲，我们台湾唯一一个最好的底牌就是台积电。当初你如果说是1650亿不押给他的话，这时候你有这张牌继续跟他谈嘛？就像是你要涨价你就涨嘛，涨100%关税。就是看你美国要不要我做、啊，你美国就像是中国大陆的稀土道理是一样，对不对？你苛征我关税，那你苛嘛，对我就是独门独家的生意，对，那你非要不可，对我台积电晶片也是你非要不可，那我应该这个底牌扣到最后，我拿来当做谈判的筹码，但是没想到我们还没开始呢，就把这个1650亿就双手奉上，这个送给川普，那川普会不会就此满足？你看到他没有他没有就此满足，他现在给你加码到3000亿，而且我觉得更可怕，他要他跟这个 Intel 合并。现在 Intel 我们都知道，它在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里面，它一直没有办法突破，它这种2奈米以上制程它做不出来，所以它一直急切需要什么？它一切需要，它不是要台积电帮他做，它要台积电的核心技术，要台积电的2奈米的核心技术要，所以他叫台积电去投资，他占49%的股权，然后他自己51%，所以台积电就连核心技术他都要去了嘛。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话，以后如果说没有护国神山，那我看两岸早就统一了。哎，这个未来其实真的在这个川普他的关税战之中哦，我们台湾的确现在未来的路蛮艰难的。不过大家要知道，川普他其实重中之重，他针对的还是中国大陆。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强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我们的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传说啊，据说啊，比亚迪想要布局全球，包括台湾市场，它也想打开。可是我们的经济部昨天有一个强硬的回应啊，说全力防堵中国车入台，意思是说你不用想了，不可能哦。那比亚迪要进台湾的话，决定权到底在谁？哦，很多网友想要问哦。很多观众想要知道是总统吗？是行政院院长吗？还是经济部部长？因为这一纸公文是经济部出的哦。不过我们接下来看，为什么这个话题会被挑起呢？那就是因为啊，《镜周刊》它揭露了比亚迪夜宴哦，他请谁呢？哦，在米其林餐厅请了包括我们立法院的正副院长的幕僚哦，大家请注意的幕僚去吃饭哦。那里面有什么内幕？我们来听听看吴子嘉董事长怎么说。太古汽车为了接触立院，委托仲达法律事务所及一名电视诚信主管代邀立法院正副院长韩国瑜、张启成办公室夜宴。他不讲谁，代理商，你看他讲的很重。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名电视台诚信主管，三立电视台什么名字？陈长宏，一个电视台主管出面去约这2个立法院院长办公室跟副院长办公室的小助理出来吃饭，他们敢拒绝吗？对不对？为什么你不写三立的名字啊？你写三立名字写出来啊，大家可以查证啊。
好，《镜周刊》刻意把这个电视台的名字隐去把这个高阶主管的名字隐去那让一般读者其实搞不清楚。不过像我们因为长期在这个圈子里面，大概都知道是谁，因为照片一出来就知道是谁了为什么会有这一场所谓的密宴讲得非常神秘说这个秘密宴会这个立院的高层如何如何，可是牵线者我们现在看到有人是这样讲，说是三立的这一位陈姓主管牵的线。黄国昌今天就说，这是媒体的兼职范围吗？黄国昌说这个事水很深，因为立法院总务处处长廖炯智他是座上宾他说邀吃饭的是三立的陈姓主管，就刚才这个董事长讲的陈长宏，负责网路操作，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太古汽车集团，这陈炯智讲的。他说我不知道有车商那三立主管找人吃饭，事后设计狗仔偷拍，自家政论节目开始口诛笔伐，大肆批评民众党。请问现在是演哪出黄国昌说你关我民众党什么事我民众党有去吃饭吗？没有这名经理除了有高阶职务，讲的是三立的这位陈姓主管，还要邀约立法院的处长吃饭，然后再打电话给进口车商，这是现在三立兼职的范围吗？只能说水很深，现在绝对要彻查到底，臭不可闻。我强调，这是黄国昌的说法三立我们也去查证了三立告诉我们说他们自己有做内部调查有找了这一位主管来问话那当事人说那一天他也是受邀，奇了怪了，每个都说受邀出钱的到底是谁？到底是谁主揪的呀？三立说他没有帮忙宴请或邀约政界友人与会，也不是他做东没有设局一事，因为黄国昌说他设局嘛，挖了一个坑嘛叫这个周刊来拍嘛，他说没有那这一位三立电视台的主管参与参会，却又批评参会一事，三立电视台表示那这个外界质疑三立联手同业设局，这是荒谬的揣测，不符合媒体作业常理。好，大家知道各方的说法现在是这样。那另外呢，这所谓的夜宴这个有可以看得到的是立法院的总务处长廖炯智，还有江启臣副院长的幕僚，以及韩国瑜院长的幕僚还有这是车商代表那这两个人是没有去的因为有些人如果只看标题你搞不懂，以为说他们两个有去，他们是没有去的所以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政治阴谋因为包括廖处长廖炯智，他就是总务嘛，大家知道总务在干嘛的？修灯的修椅子的立法院不是都被立法院的这些委员破坏嘛，门被剪烂嘛，锁被打开嘛，他要去修的嘛，他应该没有这个能耐可以介入立法院修法吧？而且他有能耐去影响韩国瑜吗？就算他影响韩国瑜，韩国瑜可以让这个车商进来吗？总之大家可以想一想中间的细节所以呢，有人就说有可能周刊剑指韩国瑜、江启臣干嘛？大罢免大家知道这一个人江启臣他现在面临823的罢免是不是刻意的堆叠这个仇恨值？那另外我们看到王义川也经常在友台张彼时事他现在也是主力攻他卢秀燕，因为卢秀燕现在他的台中市市长底下还有3位立法委员要被罢免嘛，包括江启臣在内王义川上李正浩的节目大酸卢秀燕用的粉底液要价2400，防水效果很好，关你什么事这个粉底液这个牌子我知道嘛，这个牌子大家女生应该都知道，2400又怎么样？就是它的定价就是这样你管人家用什么粉底，真是莫名其妙。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王义川我最近有点走中，他自己在节目里头自曝所谓有4个步骤来造谣自己说怎么样造谣？第一个先处理假议题，第二个做梗图，第三个等对方澄清，第4个再拿对手的说法回头攻击。你自己讲的耶，不是别人跪在你头上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包括罢团讲的所谓降制图卡这一位小姐小花叫徐小花，她说这个选民很愚蠢、低智商，我们要做降制图卡。本来以为这件事情被揭发之后，他可能就默默的这个把这个事情给收了，结果没想到他高调的说，我这个降制图卡太好了，太棒了，蓝白真的是痛了，超级痛，所以降制图卡真的超级有用，大家千万不要停丑图撒下去，撒下去，好继续撒下去你看到包括黄伟汉就说，你这样继续撒吧，你撒下去，你2026可能是蓝营选的会比较好，而且2028民进党搞不好还不见得可以继续执政呢。来，请教彬哥。不是，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
你们现在因为比亚迪有可能要来，你们就说全力防堵中国车入台，可是中国车早就入台了，入台很久了，比亚迪的车很早就进台湾了。你知道台中、台南的公车就是比亚迪的哦，真的、哦。对啊，你的电动车，对啊，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啊。而且如果你要防堵中国车入台 ，Volvo 你要叫他在台湾不要卖，Volvo 是大陆的、啊，吉利汽车的、啊、，MG 是不是不要卖？英国 MG 早就被大陆收购了。MG 卖得很好。对啊，所以那怎么办？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们逻辑到底是什么啦。你在围堵什么？那你要不要叫 Volvo 跟 MG 都立刻停止销售？然后这一次这个东西，然后讲这位三立电视台的主管，很多媒体人都跟他很熟，因为他待过好几家媒体，然后他在业界人脉也很好，所以你要告诉我这是三立故意设局，我是不太相信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如果是三立故意设局，还要把这个人拍出来啊？他真的有毛病吗？他自己弄死自己吗？我是觉得这可能性很低啦。但是因为我跟这个人也很熟，我知道他人面很广，他常常他几乎大概3天2头就在外面跟人家吃饭啊，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他经常会参加这种拖。但是我是比较相信他的说法，也就是人家请他帮忙去约这些政界人。我刚刚讲错了，他说他有帮忙邀请政界友人与会，可能就这个啦，廖炯智啦，还有这些幕僚啦。对对对，因为他跟蓝绿的都很多人都很熟，我想签字也认识他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们业界，你说这种东西很奇怪吗？我觉得不奇怪。我昨天第一次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也吓一跳。我想，哇，同时把立法院总务处长，然后院长、副院长全部邀来，后来是江启臣跟韩国瑜的幕僚。对啊，我想说这个差很多嘞。然后我必须说，其实他们的幕僚去之前也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哦，真的哦。他们就以为是去吃个饭。然后你知道廖炯智最冤，因为廖炯智还是吃素，他到现场才发觉他没有他可以吃的东西啊。对，他吃素。对，我想起来。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这个是一个完全计划好，就是要立法院来强行让比亚迪通过修法，我觉得这个是很瞎的一种揣测。为什么你知道？因为立法院可以修法让中国车进来吗？好像没有这个权利哦。而且如果政府真的要挡，随便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挡住它。我讲实在话，我们大家都知道政府的能耐是行政权其实是很大的。你看呢？同样是中国车，Volvo 就可以进来 ，MG 就可以进来，其他的车就不准你进来。对，因为政府就是用它行政裁量权嘛。所以我觉得这一种在干什么？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了823，故意去打江启臣，然后故意想要去营造一种又是抗中保台的这种声势。可是这是干什么？这是在欺骗一般社会大众，根本不懂，不懂得行政立法权力的分界在什么地方。而且你找个总务处长来，总务处长能干嘛？如果比亚迪有做椅子、电灯，那可能是比亚迪又没做这个，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很瞎。那至于他们去打卢秀燕的化妆品，我必须说王一川无知啊，他说，这一罐2400很贵抹个2次就没了。他回去问他老婆，他就知道了。对，你脸是跟恐龙一样大的，抹2次就没了。一般人家这一罐大概可以用个3个月到半年。哦，不止哦，可能可以1-2年。看人啊，对，看人怎么用。看你抹的厚还是薄。所以我觉得，而且化妆品到底有什么好批评的，我都不知道。你身为一个公众人物，你出门的时候花点淡妆，我觉得不是很正常的礼貌吗？对啊，对啊，女性不是都这样子吗？我们男人是懒得化，对不对？那你王一川自己也好不到哪去啊？你那个皮带18000，我是不知道他那个皮带那么贵。他这个皮带18000。对啊。哦，我还漏讲了耶。但他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他18000可以穿的看起来像180。哇塞，真的耶！这名牌货我跟你讲，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人就是这么朴实。你看蔡英文当年全身上下全都名牌，但是可以穿得像地摊货一样，真的，这就是人家厉害的地方。对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向民进党学习啊。那怎么不会搭配？对啊，怎么样把名牌货穿得像一般平民穿的，这个就是重点了哈。那至于说他去批评，不是他直接告诉他我怎么造谣，怎么样去弄卢秀燕。我不知道他是吃错了什么药还是干什么，自爆。那现在被告就活该啊。对，你到法庭上再去讲理嘛。那但是什么时候会开庭我就不知道。那至于这个徐小花，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一点了。起手式又来，我一个中间选民。徐小花已经中间选民了，我第一次知道。徐小花，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这辈子除了民进党之外，你投过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可能激进党之类的。我不知道，你中间在哪里啦？
你所有的言论全部都是超级激进的，你还中间嘞？我不晓得你中间在什么鬼地方哦。然后你现在相信这些降制图卡是有用，你觉得打到敌人痛点是吧？用力打，我鼓励你继续这样做，不要停。对，千万不要停，就用力做就对。王一川也这样用力讲。你们就继续去抨击政治人物的化妆品，继续去告诉大家你们是怎么样造谣抹黑的。我们来看看8月23号到底会发生什么事。真的哎，彬哥，如果没有提醒的话，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一条领带、这一条皮带是18000，因为我只注意到他的肚子，就完全忽略他的皮带。说到品味这个我们在场的所有的这3位男士品味应该都比他好。来，我们再请教这个将军。我首先帮这个江启臣的幕僚澄清一下，不是江启臣的幕僚，是江启臣的幕僚的幕僚啊。这么小咖？对，对不起因为原来他邀请的是江启臣的公关主任，但是我想说，是不是这个公关主任有这种警觉性？可是他又不好拒绝，他说，那你这个找一个小助理说，你代替我去参加这个宴会，因为有人出面请客嘛，你不去有时候。所以你也不知道人家干什么，对不对？可是你去，你要担心被设局；如果不去的话，又怕说是不礼貌。所以那公关主任就很有警觉性的，他不去，他叫那个小助理替他去哈。所以，当然我觉得这次来讲很明显，我个人研判这件事情是很明显。民进党挖了一个坑，那这个坑是准备什么？一箭三雕。哪三雕呢？第一个就是罢免江启臣。第二个雕是谁呢？是抹红民众党啊，所以我们看到黄国昌这个时候很急急忙忙的出来这个开说明会哈。第三个是遥指卢秀燕哈，一箭三雕。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怎么一回事呢？当然，这个比亚迪昨天我们刚来传出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们站在一个消费者立场都还蛮兴奋的哈，希望能够买到性价比比较高的电动车。那比亚迪我们一直传说中的神车了哈，也是很有兴趣。那大概就抓住这个坑，然后这个民进党就我不晓得这中间到底谁去邀的局就把这个江启臣的幕僚请来以后，然后他们还安排了狗仔队过来拍。我觉得如果说不是设局，怎么会有人知道你们？如果说纯粹吃饭，怎么会有狗仔队在那边 stand by 准备要拍照呢？可见这个局是设好的哈。但是他们没想到说公关主任没去，而且只是一个小职员去，可是这局已经设了。所以这后续来讲，昨天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有台的政论节目里面，就大肆的抨击，就开始这个王一川的第一步嘛造谣的动作就开始做出来。那他目的很明显，我觉得为什么我讲说是罢免江启臣？因为来讲，如果说你看，就是你江启臣对不对？要引进这个中国的车辆进来这个然后就是让这个我们国安产生漏洞以后来讲我们很容易泄密。那你就是开始可以抹红江启臣了嘛，然后就开始对江启臣823的罢免可以开始有一个理由开始罢免。那第二个，我们昨天看到在政论节目上面不断的抹红这个民众党，抹红的这个黄国昌莫名其妙的，关我什么事啊？叫我出来说你们自己3D 的主管，你自己去参加赴宴，你就说清楚到底是谁邀宴的，谁付钱的就好，你怎么会叫我出来说呢？那第三个，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遥指卢秀燕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说江启臣被罢免掉的话，这2026大概就台中市的这个接班人少主江启臣可能就没机会了。那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卢秀燕她是现任市长，当然是这个保驾不利了那2026如果说是这个台中市长这个换党来做的话，我想说2028卢秀燕可能也会陷入这种危机。但是这个事情就很诡诮这个你挖了这么坑让人家来调，我觉得关键在那个公关主任，是吧？他很有这种警觉性。其实这个我希望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在这种政治氛围现在你看清楚，民进党是这么的居心叵测险恶多端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小心。你不管你是饭局要干嘛，都要特别小心，不小心你就陷入了坑。还好我是觉得这个公关主任昨天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没有陷入这个坑，反而让民进党自己掉进这个坑里面，让大家现在在这边讥笑民进党，说你他妈挖这个坑，结果你自己掉下去。是来。太古汽车代理很多的汽车是例如说 Volvo 也有嘛，对 ，Benz 也有，Volkswagen 也有还有那个伟自达那个马自达也有，日本的车都有，所以它欧洲车、日本车还有这个 Volvo 北欧的车都有，然后硬把它跟比亚迪套在一起，
这个很勉强了。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吃个饭啊，那么阶层也不是很高啊，然后就把它做成为一个新闻，说要让比亚迪进台湾来啊，这个局设的并不漂亮了啊，再曝光，然后再把它炒成为新闻，这个新闻炒不了。为什么？因为你随便一追就可以追到说，哎，陈长和会觉得莫名其妙，陈长宏嘛，我们都认识嘛。他现在被停职哎。对啊，就是他也觉得就莫名其妙啊。然后去吃饭的人也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们的阶层那么低，我们也没有决策权啊。然后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怎么就拍照了，然后就放出来。这一追查没多久以后，这个事就烟消云散了。那在里面炒作的这些人，我觉得在没多久可能就会浮出水面了。所以这个民众党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把我民众党也扯进来，他就说，哎，这个要查清楚了啊。那这个部分里面，我想相关的人开始斗来斗去以后，慢慢的就浮出水面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饭局不是一个官说的一个饭局，也不是一个政商勾结的饭局，但是这个饭局是一个很普通的饭局，但是会被曝光是不普通。那是谁曝光？有意曝光，然后谁把它炒作成为新闻？我觉得这个是就真的是耐人寻味了。好，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谈到比亚迪。好，那如果以经济部讲的那么硬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经济部要考虑一件事，你要不要遵守 WTO 的规定？如果你完全不遵守 WTO 的规定，你就对于某一个厂牌，你就对它做限制的话，这个我们就叫做歧视性的商业行为。歧视性的贸易行为是违反 WTO 的规定的，你等于是让自己陷入要被告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尤其是官方站出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民进党当局你要想清楚，你是不是打算要跟大陆彻底脱钩？美国做不到哦，美国原本也想脱钩，后来他们发现做不到。欧盟原本也想脱钩，后来发现做不到。他们两个大的集团都说，我们没有办法跟中国脱钩，我们只能努力去风险化。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对于大陆的任何产品，你要设限的话，你必须要有法的依据，你要符合 WTO 的规定。那不然的话，你等于是让大陆对你都可以实施反制裁、报复的一个行为。我个人觉得这点要想清楚。王一川本身对于女性的保养品、化妆品进行攻击、抹黑、侮辱，这羞辱所有的女性。对，因为女性用化妆品关你什么事？而且呢，我们都希望女生用的化妆品品质越好越好。对，因为避免我们都知道，如果铅太多对身体不好嘛。对，所以我们都希望女性用的化妆品要安全可靠，然后越好越好。那你去管别的女性用什么化妆品，那很显然的，你对你太太是不是太刻薄了？对，当你对你太太很刻薄的时候，你是会激起全台湾所有的女性的众怒。是正常消费，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对女性用的化妆品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我最听不下这种话。对，的确这样子的一个政论的评论的品质蛮差的。他是立法委员，蛮差的。对，他是立法委员，民进党的不分区吗？是分区。所以民进党的水平就这么高啊。然后在电视上面公然谈论一位女性的市长的化妆品的牌子，你看我们的国会议员的水准就是这样。